腾讯和微博等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正在加强整治社交网络等的反日言论。有观点认为，这是鉴于6月24日苏州市发生的日本母子遇袭事件而采取的措施，对互联网企业进行了指导。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表示，加强对这些反日帖子的整治实属罕见。腾讯于6月29日晚表示，加强对发帖的限制，指出苏州高新区持刀伤人事件在网上传播并引起舆论关注，有个别网民在网上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炮制各类极端言论。腾讯表示，已处理800多条相关违规内容，还对约60个账号采取了禁言和禁用等措施，被认为也采取了删除帖子等措施。据财新报道，大型互联网企业于6月26日至30日提出了加强整治的方针。运营微博、抖音和新闻应用等的网易也通过官方账号发出通报，对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相关账号给予惩处。抖音、网易、凤凰网、B 站、百度等几乎囊括了国内主要平台，不排除还有其他平台也发布了类似公告或陆续跟进。你脑子接水了？你咋知道的？你脑子接水了？你咋知道的？起因是6月24日在苏州发生的日本人母子被砍伤的事件。等候日本人学校校车的日本母子被一名中国男子砍伤，试图阻止犯罪行为的担任校车引导员的中国女性6月26日身亡。在事件发生后，部分账号针对校车司机和引导员发文称是日本间谍，重伤受害者，还效仿标榜排外的清朝末期的义和团事件，主张成立现代义和团。抖音表示将严厉打击助长排外情绪或发表诽谤性言论的用户。看了这些平台发布的公告，大致内容基本一致，就是对网上宣扬抗日除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散布质疑苏州救人牺牲的校车司乘人员是日本特务等诋毁言论，炮制最好全日本沉岛、早日种族灭绝等极端民粹主义言论展开清查，严肃处理宣扬仇恨、种族主义等极端言论和账号。一经发现违规内容，将采取流量管控、删除违规言论、账号限时封禁、账号永久封禁，并上报相关部门等一系列措施。像在网络上嚣张一时的除奸队就已经被关闭。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微博管理员表示，以爱国之名宣扬暴力、美化犯罪是对真正爱国主义的亵渎。网易号官方平台则指出，有个别用户利用近期的一些事件，借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发表不当言论，例如宣扬抗日除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散布质疑苏州救人牺牲的校车司乘人员是日本特务等诋毁言论，炮制最好全日本沉岛、早日种族灭绝等极端民粹主义言论。这些平台发布公告的措辞基本一致，就连公告题目都含有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字样，时间相对集中，由此可以断定，这不是平台的自发举动，是有关方面的统一布置、统一行动。也就是说，这代表了官方意见，代表了国家意志。其实一直以来，网络上的极端化已经到了正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各种民粹、愤青、小粉红们对任何现象都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只讲观点不讲逻辑，动辄上纲上线，大帽子满天飞，大棍子遍地打，尤其是在涉日、涉美问题上更是重灾区。汉奸、媚日、直人、恨国党、带路党的帽子比比皆是，张嘴就来。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大 V 和以昆仑策、无有之乡为代表的部分网站，把仇日、仇美、排外作为流量密码，煽动仇恨，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设置议题，分裂族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长久以来，很多平台对相关内容不无纵容，甚至有乐见其成的意思。其实显而易见，没有西太后何来义和团？
政府的默许甚至包庇就是最好的回答。中国政府操弄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中国民间的仇外情绪与官方宣传有关，外交部成天扮演战狼，民众自然会模仿，有样学样。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处于深不见底的下行通道，并加速雪崩，民众失业、降薪、无力负担房贷而自杀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纵容民粹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来发泄情绪，事情势必会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眼下政府财政困难，如果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去维稳，会更加雪上加霜，难以负担。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6月30日在微博上针对此次各大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做法表示，无疑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志。我们所有人都要清晰读懂这个强烈信号。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户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